Hello， 我是阿崔。快点。今天是一期非常干货实用的买房攻略视频，就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买房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是从投资还是自住的角度买房，其实学问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嘛，就是在青岛房价涨之前买的，买完之后差不多每平涨了3万吧，所以阿脸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小头脑的。因为我刚毕业那一年呢，其实做过1年的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工作，所以我算是一个相关从业人员。所以这期视频呢，非常适合你转发码住，因为有非常多的房地产行业的黑幕，说不定就可以帮助你买房的时候省很多的钱，甚至赚钱。买房前需要准备什么？首先你要了解你当地的购房政策、贷款政策，还有一些扶持政策。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是购房资格，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出了限购政策，所以说如果你想在一座城市里买房，一定要提前去了解这座城市的购房政策。比如说有些地方需要你提前交满1年的社保嘛，那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再交1年社保，可能媳妇儿就跑了。那像不同的城市，它也会出一些不同的针对人才引进的购房扶持政策。那像我知道的呢，青岛如果你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学历呢，如果是首套房，你买房的话会一次性获得10万的补贴。对，好像博士15万。所以呢，没事的话多关注一下你们当地政府或者当地房管局的这些公众号，千万不要错过了。买房也能讲价。是的。优不优惠呢？买房的时机很重要。比如很多人说年底是买房的好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年底了，各个开发商他都要冲业绩。房子也会这样。是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年底便宜，只不过年底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大一点。对，但你要是一个非常抢手的楼盘，你硬要等到年底，那可能你就挑不着好房了。开盘是不是优惠？对，正常来说呢，集中开盘的那天呢，优惠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可能在开盘之后这个优惠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你们要根据你们当地的房地产的行情自己去控制。然后说第二个渠道的问题。渠道呢，就是帮助开发商通过各种的方式把房子卖出去的方式。大多数的开发商呢，他都想尽快的把这个项目或者房子卖完，因为这样他回款速度快，他可以拿着钱去开发其他的项目。所以呢，在房子不好卖的时候，他们会动用各种手段，找各种渠道去帮他们卖房子。这里面就包括他们在现场的职业顾问，或者是外面二手房的那些中介，再或者是各种名义的看房团。这些不同的销售渠道卖出去房子之后，都会获得不同比例的佣金。那举2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之前阿崔爸妈看好的那套房子，刚好是我们一个朋友在负责那个项目的销售渠道，那他就把渠道的那块佣金呢返给了我们。对，就是说开发商付给他们的那笔钱返给了我们，但同时呢，他们获得了我们这个大的订单，那他整体的这个项目的销售额呢就上来了，他可以获得更高的销售的提点，所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是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做老带新，或者说你们现在听的全员营销，很多大开发商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鼓励所有人发动自己的关系去帮他们卖房子。对，人人都是中介。对，人人都是中介。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那我又介绍他来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那这个时候我就是老带新，你就可以获得佣金。对。所以说买房子这个事儿啊，随便省省就不是个小钱。对。所以大家在第一次去售楼处看房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留自己的真实电话和姓名，因为这样你的信息就会被他的系统收录，谁带你看了房，你就是谁的人了，就是哪一种渠道了。这样你后期想再获得这个佣金就很难了。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各种找关系都没有关系，那你就使劲磨这些锅，让他把他手里最低的价格给你。对，让他去跟他的领导要这个优惠。所以你可以告诉他，房子哪儿都看好了，就是价格稍微有点高，你心里肯定知道这个项目是吧，最低优惠在哪儿，你就跟我要来之后我就给你成交，还是有机会的，就要多争取，不要那么硬跑，不要轻易的跟他们签合同。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买房子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会能讲价呢？其实里面特别多。对，你稍微讲一讲，使劲儿就省下好几万块钱呢。到底什么时候买房合适？说到这一点呢，因为从前几年开始，国家已经明确的抛出一个概念，叫做住房不炒，所以现在你要再像以前那样去炒房，几乎是不太现实了。那有人要问了，那我到底该不该买房呢？该在人生的什么阶段买房？我该不该买第2套房？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刚需，就比如说你明年要结婚，那你在这座城市里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买刚需都是不晚的。你这个房子不是说为了投资要去卖，而是要自己住，那这个时候只要有合适的房子，有合适的区位就可以买。因为我是觉得房价不会跌，但是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大的升值空间。基本上像北上广深啊，现在房价已经趋于一个成熟的阶段，他们的暴利期已经都过去了。现在像1线城市，可能在接下来的10年，我估计也就是上下10%的浮动。但你自己住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买房还需要考虑哪些方面？那第一个就是开发商。在开发商这块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项目，如果你看了是一个大的开发商名字，像中国排名前几的融创啊、绿城啊、金地啊，我会觉得会比较放心。但实际你要去了解它的开发商到底是哪家。比
比如说政府把这个地块卖给了某一个置业公司，那它有可能这个地块开发的过程中或者建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可能把这个项目转手给了另一个开发商，或者说跟某一个开发商联合啊，比如说我实在开发不下去了，融创来点钱吧，咱一块开发。项目的名字可以命名融创什么什么，但实际真正的施工建造团队也不是中建机局这样有名的，所以这个需要你们去了解。你买这个项目真正的施工方是不是有比较硬的施工资质，后期的物业是不是这个开发商，他物业的资质是几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敲定之前去了解的。第二个就是产权。产权这个很好解释，就是你的土地使用的年限。中国基本上就是住宅产权、商业和工业，商业基本上40年，工业50年，有的30年好像，住宅现在就是70年。但是这个产权呢，是从开发商拿到这个地开始开发就开始算了，而不是说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子，它从什么时候算起，不是的。对，所以如果你们要买房，要先看这个地块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开发的。如果说这个项目已经开发了20年，可能你买到手的房子只有50年的产权了，所以这点要注意。3、均价。均价呢，就是说小区的所有房子的平均价格，但实际每一栋楼均价可能都不一样。那这一栋楼里，东边户、西边户、东中间户、西中间户，它的价格每平米可能都不一样。从1层到20层，每一层之间的这个价格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能做呢，就是去找均价之间的漏洞。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2栋楼，它都在小区的一个差不多的位置，那这栋楼的东边户按理说可能要比这栋楼的西边户要贵，但实际住起来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如选这个楼的西边户，性价比会更高一些。4、期房和现房。期房和现房就很容易理解了，现房就是现在就有已经盖好的房子给你，期房就是需要等一定的时期，这个房子才能盖好给你。有2点你们要注意，第一就是不要买期房周期太长的精装房，因为现在国家和各地区出了限价政策，很多开发商不能把价格卖得太高，他就只能把这个单价加在装修费里做精装房。所以现在有很多精装房在卖，它就是为了抬高价。对，实际它的精装标准达不到那个标准。第2点就有人要问了，到底买期房好还是买现房好？其实各有利弊。那像是期房嘛，它可能就会有延期交房呀，或者是它可能中途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前面说的开发商变更了，这个楼盘烂尾了，反正也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风险。那像是现房嘛，那它有可能就是会是一些在售的新房或者是一些老房子，那在售的新房一直没卖出去，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那像老房子，小区的配套设施可能就会差一些，不像新房这么现代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一个问题。5、物业费，可能好多人会考虑不到这一点啊，因为好多小区的物业费真的贵得很离谱，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物业费呢，一般是指1平米一个月多少钱，比如说一般说3块多，你100平的房子一个月可能就是300多块钱。物业费这个其实首先大开发商的物业费贵，但是它贵它就有贵的道理，一般的话2块5到3块几，甚至有一些在高档小区4、5块钱都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一些很小的开发商，物业服务也跟不上，还管你要很高的物业费。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提前了解这个事情，不要等到说你房子买了，交房子我住进去了，开始交物业费了，一听，我靠，这破小区1平米收我4、5块钱。6、绿化率。绿化率这个也太简单了吧？不能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你要浅层教学、微微教学你。好，绿化率其实就是你整个小区里面绿化的面积占整个这个项目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所以其实绿化率会影响什么呢？就是你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空气呀、舒服。对，和绿化率相关有一个词儿叫做容积率，还有附加体啊。对，我忘了它具体的名词解释啊，但是大概它反映的就是这个小区里总的户数或总的房屋的面积和你整个土地的一个比例，它肯定是这个比例越低越好。住起来越舒适，不会那么挤。其实你们去买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问这个问，说这个小区的容积率是多少？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太好理解了，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你看这个户型是100平，到时候交房实际使用的面积是不到100平的。剩下那些干嘛了呢？电梯井、消防连廊，或者是电梯和你入户门之间这块公用面积，这都属于公摊面积。所以这个公摊面积会有一个值，公摊面积如果越小的话，实际你的得房面积会越高。那得房面积越高，就相当于你家越大。对，你家越大，你买的房子越便宜。所以要买公摊面积小的嘛。对，一般像多层，比如说洋房6层、7层，它的公摊面积可能会小，比如说可能就到9%、10%。那高层可能30多层往上呢，可能就会到20%、23%。那如果我在高层买个100平的，那我实际只有70平啊，可能还不到。所以这个事你们要注意，如果它的公摊面积太大，也要多考虑一下。对，楼间距。楼间距就是这个楼和这个楼之间的距离，一般这个距离是算南北距离，明白吗？这个距离会影响什么？别问我明白吗？你问观众明白吗？这个距离会影响什么呢？这个距离会影响到采光，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般好的开发商会把楼座错开，根据你所处的这个地块的位置，根据南北半球啊、太阳、月亮运行的这些轨道啊，它会有专业的设计，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他们可以把每一个楼座给你在这个地块里面分配完之后，楼座的朝向再一调，每一个楼和每一个楼之间都不挡光，这个是最厉害的。
但是有很多看到城市里密密麻麻一排一排前后南北相冲，这种就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可能你前面如果有一个高楼的话，可能你们家下午1点钟之前都没有光。所以这个问题你要了解。然后楼间距如果是太小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私密性，可能你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对面楼里的妹妹或者是哥哥，就有点尴尬，所以就大家好能注意一下。如果长得帅，还会发生一段爱情。这种爱情也挺奇妙的。来下一个，人车分流。人车分流就是地上小区内部不能行车，行车都在地下。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的安全，你小孩可以在小区里面随便跑，不用担心被车辆刮蹭的危险。我个人是很喜欢人车分流的小区，觉得确实很安全，而且不乱。对，你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那个感觉跟地上有车的是不一样的。车位配比，车位配比就是比如说我小区里面一共有1万户，那我地下的车位如果按1:1的话，那就是1万个车位。但是实际我们现在可能有一家有2辆车的情况，那就有可能一个业主会买2个车位。那这样如果1:1的话，就会有人买不到车位，所以一般的开发商会把车位配比放在1:1.2，剩下的那些如果卖不出去，那可能会物业后期统一管理租赁，这样就不会出现业主说车多没有地方停车的问题了。还有区位，区位其实这个概念太大，区位它直接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你周边的配套。一般好的区位，它周边配套基本上也会很好，像医院啊、学校啊、商场啊，这些其实都很重要，这关系到你后期的生活便利程度。而且很多人其实很看重于学区房和孩子的教育，但其实这几年在一些2、3线城市，这个概念已经被慢慢的弱化掉了。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能接受在郊区住，然后每天开车上班，因为郊区有郊区的好处，它环境好、空气好、噪音比较少。年轻人会选择，这是老年人的选择吧？比如我可能就比较喜欢在安静一点的地方，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考虑，先找出一个你的核心的目的，你买这套房子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再去进行选择。结合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对，讲讲户型吧。户型上其实整体来说有一个考虑的因素很重要，就是采光，也就是说户型的南北通透的程度，然后南北的进深稍微窄一点，这样南向白天进来的光会更多。从空间的布局上来说呢，肯定是浪费的空间越少越好。像餐厅和客厅中间的走廊这一块就属于公共的浪费空间，如果太大的话，就要压缩你卧室的面积，这种就不算一个合理的户型。所以户型上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尽量南北通透，采光好，然后卧室和书房的配比都好一些，觉得就是一个好户型。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全部都是影响房价还有你买房的因素，大家就是得结合自己的情况综合来考虑，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房子，最适合自己的。对，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看多看多看。房子就是要多看，然后你要对这个城市各个区位有足够的了解，对自己的需求也要有足够的了解。对，款和全款哪个划算？其实这个问题呢，本身这个问题吧，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问题，因为有的人想全款，他可能没有办法全款，细品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反而就是很多人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贷款我贷多少合适？假如说你有多余的钱，要不要多放在首付上？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容易思考。你要考虑的无非就是2个点，第一，现在房贷的利率，国家的基准利率现在其实已经很高了，现在正常你首套房应该也得在个4点几到5之间，正常银行的定期理财呢，现在基本上也就是3.6、3.7啊，有的高的可能4.2啊，那比利息要低啊。对，就是如果你有更高回报率的投资渠道之类的，你就可以把这些钱用在投资上。就不要放在房子上。有一个点，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嘛，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和2套房的是不一样的。那在很多城市，首套房的房贷的利率也要比2套房的更低，所以这个要去自己了解一下。好，来继续问吧。哎呀，我不想问了，房子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做这个选题了。对，就买房子本身就是一个人生大事嘛，也是一个需要考虑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因素的一个大事件，并不是我们一期视频能给你们讲清楚的。而且任何人都不能指导你，最终决定权只有你自己。能想清楚你自己要什么的人，只有你自己。反正对于我来说吧，房子就是可以给我非常强大的安全感。我也希望看我们视频的你们都可以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是自己非常满意的房子。这也是我们录这个新房系列视频的一个初衷吧。分享喜悦经验。最后提醒一句，买房子真的是一个又要快又要慢的事情。什么？可能和你有缘的房子就会在那段时间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那你要在它出现的那段时间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包括你对房子的理解、你对钱的积攒，还有你对各种事情的认知。等到它出现的时候，直接拿下它。这种大事一定要在做决定之前做充足的准备工作和了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买房的是我们这个视频里没有提到的，那就可以在评论里面问我们，或者是直接找他。好，那希望我们这期视频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吧。掐岁的时候，幸福生活全都有。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天长。我
提醒我睡觉了。拜拜。拜拜。